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回到那个倔强的年代，我愿花费一生的运气去做那个真实的自己。韩国成立职业棒球时，将医学概念上的非男性者划分为不合格的运动员。自1996年该段文字从规定中消失后，女性才得以以运动员的身份活跃于职棒舞台。但是20年过去的，女性仍然不被职棒舞台看好。朱秀任，一名即将高3毕业的女学生，文化课成绩极差，上大学肯定是无望的。出去打工需要出卖体力，可天生瘦弱的身材又无法承担。但她这个人如同她的名字，外表秀气，内心却极度坚韧。朱秀任从小热衷于棒球，虽然赢得很多奖牌，但是大部分人却嗤之以鼻，认为女性不适合棒球。棒球本是一件极其辛苦的运动，对于很多男性来说都是吃力的。直到高中时期，他的棒球天分戛然而止，停滞不前，投球的速度维持在130公里每秒。对于职业棒球员来说，没有160很难打出名气。结束一天的训练之后，职业棒球队在本校的招募结果也出来了，加上朱秀任一共11名棒球手，仅有的一个名额却被郭东延获取的。失落的朱秀任回到家，将怨气撒在了母亲的身上。妹妹还要长身体，能不能做些有营养的，不要总偷一些没有营养的食堂饭菜。他这些话似乎在抱怨母亲把他养得如此消瘦。被母亲训斥一顿之后，朱秀任哑口无言。毕竟这个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工厂挣钱养家。接着母亲又抱怨起了随心所欲的父亲。父亲虽然不工作，但为了生活一直都在备考房地产经纪人。也许是失败了太多次，母亲彻底不抱希望了，以至于整天唠叨着要他找个工作好好的过日子。由于原来的教练已经培养了一名职棒员，最近准备外出旅游放松一番，于是便引荐好友崔教练暂代自己的职位。崔教练只是一名棒球手，并没有教练的经验，为了进入职业棒球，坚持的很多年都失败了，甚至和妻子离了婚，就连女儿的抚养费都无法承担。这些费用还是好友帮助提前预支的3个月的工资。朱秀任为了毕业后继续打棒球，进入职业棒球队，特地报名参加的各种职业选秀赛。但是报名处看她是一名女性，便敷衍地将其打发。离开前，朱秀任见到了进入职棒的郭东延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不服的怨气。随后又找到闺蜜诉说心中的苦，而闺蜜同她一样苦不堪言，放弃了吉他，学习舞蹈，苦练音乐，就为了多些试镜的机会。老教练离开前特意叫来朱秀任，准备劝她放弃职棒，进入女子手球国家队。但朱秀任固执己见，只想进入职棒。一旁的崔教练不耐烦地说道，就算参加选秀赛也不可能被录取，不如早些另谋他路。崔教练也是过来人，自然不想年轻的生命如他这般毫无退路可走。朱秀任不服输的韧劲爆发的，决定当面展示一下身手，一上场便一连投出2个好球。而崔教练却嗤笑一声，随便指点一下棒球手，就轻松拦住了朱秀任的奋力一击。一直以来，朱秀任都是这帮选手中的佼佼者，如今却被崔教练的2句话打回原形。失落和无奈再次侵袭了他坚韧的内心。事业不如意，生活也是一团糟。母亲让他放弃棒球，找份稳定的工作。说着说着，又拿一旁的父亲做起了榜样。但朱秀任还是坚持长跑，提升投球力量，哪怕肺都要炸了，手掌都磨出的鲜血，在黑夜中只有他依然坚持着。他想超越身体的极限，打破被歧视的观念，改变一早就被否定的命运。可即便如此，速度还是被禁锢在130。第二天，崔教练见他还在训练，便以50圈长跑打退他的坚持。可朱秀任没有退缩，毅然地加入长跑训练。崔教练也不耐烦了，召回男队员，让他一个人跑个够。但那种义无反顾的坚持还是让崔教练生了怜悯之心。他想到自己为了进入职棒，他也疯狂地训练过，但是他们2人都没有放弃。看到沾满血迹的棒球，他的内心再次动容。老教练临别前指点了崔教练一番，既然无法让他放弃，那就让他最后努力一次。只有亲自面对失败，他才懂得现实的残酷。而他努力的唯一方向就是他的棒球转速很快。
但崔教练迫于校长的压力，并没有体会这一点，他只想让朱秀任早点放弃不能实现的职棒，于是便带着朱秀任求助好友，给他一次选拔赛的机会。很明显，好友并不看重女性，甚至觉得好笑。朱秀任听罢，懒得理会，扭头就走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崔教练坦白了让他亲自放弃的想法。朱秀任说，其他小孩都想尽快长大，当个职业运动员，而我却不想长大，因为他们都说女孩长大了就打不了棒球了，但现在的我长大了，还在打着棒球。这件事让他明白的，命运这种东西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改变的。老教练让他不要顶撞崔教练，求着他训练自己。崔教练一脸无奈，他想帮，却不知在哪里使劲，而且他还是个从未进入职棒大门的业余棒球手。朱秀任说，我替您去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同样不被看好，同样拥有着梦想，同样固执的两个人，终于在一番坦白之后，解开了两人的矛盾。深夜的办公室，崔教练看着朱秀任的档案，陷入了沉思。第二天，崔教练问了一个问题，短跑选手和马拉松选手在100米赛道上谁会赢？很明显是短跑选手，速度和爆发力足以轻松赢下比赛，但崔教练却说，你只看到的对方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，而马拉松选手的优点不是在于速度，而是持久的耐力。短处是无法被改变的，只有发挥自己的长处。没错，想要赢得比赛，必须扬长避短，这也是朱秀任必须解决的问题。他的长处不是速度和力量，而是投球后棒球的高频率转速。而赢得棒球最简单直接的方式，就是让对方打不中目标。利用指节变化球加上右旋转，是可以破坏击打者的节奏和平衡的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个方法了。虽然朱秀任还是渴望球速和力量，经过日复一日的指尖训练后，朱秀任仍然无法改变投球时的力量和方式，在郭东岩的轻松一击下，再次被打回到起点。和郭东岩的闲聊中，崔教练得知了两人的关系，他们俩是从小一起练球长大的。那时的郭东岩发育比较晚，身高不到他的一半，球技也不如他。在进入高中前，曾想着放弃棒球，但是每次看到朱秀任的坚持，他都无法真正的说服自己。如果没有朱秀任，也就没有他的今天。朱秀任不待见他，也是因为郭东岩突然的后来者居上。回到家的朱秀任发现父亲被警察带走了，母亲慌乱地跟着警车追了上去。原来父亲在今天的考场涉嫌一起团伙作弊，幸好父亲没有作弊，只是委托人，为了赚取一些外快。因为经济不景气，警察也没有为难父亲，拘留批评教育下就会释放的。回到家，母亲怨恨地烧掉了父亲的书籍，一同烧掉的还有朱秀任的手套。生存的压力，生活的苦难，早已麻痹了这位母亲的身体和思想，她根本无暇理会生存以外的东西。朱秀任却说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不要向生活低头。闺蜜的事件失败了，生活没有按照规则去听她的歌声，看她的舞蹈，只要一眼，长相普通的她就被生活狠狠地戏耍了一番。第二天，朱秀任还是去了母亲的工厂上班，父亲也已经提前回家的。也许这就是母亲想要的生活，她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祈祷着生活对她温柔一点。但朱秀任刚到家，就跑出去补练今天的训练了。崔教练得知了朱秀任的事，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带着他参加了一场选秀比赛。曾经苦练到手指流血的经历，让他成功打出了3连好球。即便被安打8次，他也是开心的，因为指节变化球终于有了成效。崔教练重新送给他一副手套以资鼓励，郭东岩也特意送给他一瓶保护指甲的指甲油。从来不被看好的朱秀任第一次有了外动力的感觉，他放下的偏见，要了郭东岩的第一份签名。好事不断，下一次的选拔赛就在1个月之后，这对于很多男球手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。白天趁着空闲时间偷练姿势，晚上下班努力补回落下的训练，双休日更是没心没肺的特训。没日没夜的30天终于过去了，可真的到了比赛日，朱秀任却怯懦了，甚至不敢走进更衣室。崔教练告诉他，那个女孩来自美国业余选手，一定也背负着梦想，经历了很多困难。母亲因为朱秀任再次翘班溜走而大发雷霆，父亲拦住了他，并第一次发了脾气。他终于向生活低了头，
但绝不让女儿也这么早低头。他抱怨妻子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比赛，更不知道他在那里训练有多苦，光是待在那里就已经够辛苦了。我们做父母的不能给予多少帮助，但也绝不能像外人一样逼他放弃。选拔赛上，郭东岩带着朱秀任的母亲来了，场上的朱秀任并不知道，只是用心参与第一阶段的球速测试，结果显而易见，力量太薄弱的。但在第二阶段投球时，一连打出3个好球，让对方无法击中目标。但是教练却额外增加的测试难度，指派一名久经沙场的职业击球手参与测试。此时所有人的目光突然紧张起来，崔教练更是上前阻拦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就在此时，那名女孩喊出的朱秀任加油，铿锵有力，不输任何一名雄性者的呐喊。随后是更多选手的掌声。面对职业棒球手，这个战场上第一次没有因为她是女性而歧视她。第一球，朱秀任轻松投出1个好球。第二球，对方看破了她的指节变化球，要求换一副针对性的手套，但击球手依然没有击中目标。直到最后一球，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球被击中，但是却奇迹般的落到了朱秀任的手中。这在比赛中是很难出现的一幕，判击球手被直杀出局。一旁的教练苦笑着，这最后一球居然是直球130公里每秒。观众席上除了选手真诚的掌声，还有母亲那一脸不可思议的惊讶。虽然他不懂什么是好球，但他明白了，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不是不可被改变的。那天晚上，母亲说起了朱秀任小时候的事，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吃着雪糕一直不肯离去，但他没有求着妈妈买给他，妈妈也没有安慰他，而是当着很多人的面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。其实他恨自己买不起雪糕，便将这份怨恨发泄在朱秀任的头上。说罢，自责的母亲离开了，便真诚地说了一句对不起。一个家庭的穷困并不单是物质上的贫穷，而是精神上的贫瘠。毕业临近了，班主任还不忘调侃朱秀任是否当上的职业棒球员。闺蜜也打趣地说，哪有不顾手流血去训练的蠢笨之人。但她似乎忘记了，她曾经也练琴，练到满手都是茧子。谁不是从一个傻子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傻子呢？此时校广播突然召唤着朱秀任，原来一家职业棒球公司渴望朱秀任加入他们，但不是让他成为职业棒球员，而是让他加入运营部，为那些不能打棒球的女性选手发声，从而改变固有的观念。但朱秀任却说，比赛视频也看了，我还要去发声吗？他只想成为真正的职业棒球员，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。棒球不只是一个靠唯一优点的单纯运动，只是人们把它复杂化了，让对方打不到球才是棒球的精髓之处。它虽然慢，但它也可以赢，这是它的优点，也是棒球赋予它的。回家的路上，朱秀任思绪万千，他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，也许会回到当初买不起雪糕的生活中去。他努力拼来的梦想，还是被现实打得稀巴烂。此刻的他开始迷茫自己存在于现实中的意义。在他准备放弃时，崔教练再次拉了他一把。有一名女学生正是因为朱秀任的存在，才选择加入朱秀任所在的高中校棒球队。也许这就是朱秀任存在的意义，带给后辈希望，成为他们向往的光芒。棒球少女，一部特小众的独立电影，上映于2020年。正如片名，她只是一个棒球少女，不是棒球女王。她真正要表达的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改变自己。是啊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哪有时间去关心别人？但是我们总会把精力花在他人身上，也意味着同时放弃了自己的另一面。与其花很多精力去把弱项改造成强项，不如发挥强项，做那个与众不同的自己。影片的最后，那家职棒公司改变了自己，签约的朱秀任。崔教练也改变了自己，做一名教练似乎更适合他。闺蜜也改变了自己，重新买上了一把吉他。父亲也改变了自己，先从代驾兼职开始。母亲也改变了自己，不再算计钱够不够花，而是让小女儿有个充满营养的生长环境。所有人都在改变自己，虽然不能让世界发光发热，但是小小的自己却能改变着身边所爱的人。好了，这里是老井观影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